哎呀哎呀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我们今天要来开箱高雄日航酒店的 Selina 全日餐厅。高雄日航酒店呢，在今年的11月1号正式营运了，而我们今天要开箱的就是它2楼的全日餐厅，非常新哦，我们今天要来探店喽。听说这个有144个位置的全日餐厅啊，它的甜点超厉害的。它也是目前自助吧里面少数有牛排推车服务的。牛排推车是吧？希望不要让我们肉控许先生不开心哦。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直接去哦 ，Go！ 肚子好饿，走吧，出发。前往2楼。现在几点了？还没到6点，还6点，然后准时进场。里面好漂亮哦！我们终于入座了，他们家很特别，他们家真的是准时6点才放人进来。正常吧？许先生，你现在在干嘛？我现在在吃生鱼片，我们进来就是要先用生鱼片漱漱口。他们家的生鱼片呢，好像有4种，一个鲑鱼、尾鱼、迷信跟鲤鱼，总共4种。它的生鱼片看起来都蛮新鲜的。可是我刚刚啊去绕了一圈，我发现它里面其实空间不大。我有发现它的品相好像没有到非常的多。其实真的没有到非常多。我们刚刚绕完一圈啊，就说那我们先拿菜可以拍了。它的握寿司有什么啊？它的握寿司我是拿虾子的，但看起来还好。它的醋饭，他们家也没有提供自烧的，所以如果像我这种孕妇啊，对，没有自烧的，孕妇、小孩子、老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吃啊。我们这一餐也是1000多块，没错，加一层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其实是平日的晚餐来吃，他们家蛮特别的，他们家没有分什么午餐跟晚餐的价格，他们就是分平日1080加1层服务费，然后假日就是1280加1层服务费。我们来帮大家开箱啊，老铁们先吃。先用生鱼片漱漱口。刚入座没多久，我就发现港点推车来了。他们家啊，除了牛排是推车之外，港点也是推车。可是港点只有3种可以选：烧麦、凤爪跟这个什么蒸排骨，总共就只有3种可以选。我现在来帮大家吃吃看烧麦。但是我以为这种价位的烧麦啊，上面应该是会放一个虾子。它上面这个不是蟹黄吗？我吃不太出来味道。没关系，它的烧麦蛮好吃的，说真的。很扎实，肉蛮扎实的。然后你吃进去会觉得它不是工厂做的那种烧麦。它口味感觉跟一般的 buffet 的烧麦会不太一样。我们来吃看它搞有没有达到香港的标准。他们家的港点都做的非常的贴心，就是一口大小。但是刚刚的烧麦好吃程度比虾饺高很多，因为虾饺有一点点黏嘴巴。但是我觉得也还不错，港点是有水准的，是那种港式饮茶单点店的水准。你的凤爪本人中了化骨绵掌，它的软骨已经是在嘴巴里面一咬下去直接脆口的那一种。调味上面我觉得稍显平淡，是因为你已经见识过了更好吃的凤爪，你已经回不去了。见识过天堂之后，看什么都是地狱。我们很喜欢这种凤爪，至少不会让我啃得非常辛苦。可是，在调味上面没有让我到非常印象深刻。来吃一下粉蒸排骨，它的粉蒸排骨啊，不是豆豉的味道很浓郁，是蒜味很浓郁，好吃，很有趣。我刚刚去肉食区帮你挑了很多肉，这个你先吃，这个是牛肉寿喜烧。牛肉寿喜烧，它寿喜烧是现煮的，旁边就是牛肉片，然后现场师傅帮你涮，然后它有一大锅的那个寿喜锅的菜。我刚刚一度过去还以为是要自己煮，我差点要自己夹肉片下去烫。自己煮不可以哦，自己煮那个可能要大排长龙了，你知道？日式酒店他们寿喜烧应该要蛮正宗才对。我蛮喜欢的，我觉得蛮好吃的，牛肉也不错。接着进到其他的肉，这个是唐扬鸡，啊，这个嘞牛小排，这个是炭烤猪肋排。我觉得食材类大家如果第一时间进来的话，会有一点点小失望，我觉得啦，因为你毕竟是花了1000多块。
那你对标的对象可能就是帕里巴里啊、海港啊、享食天堂啊这类型的店。可是这3间呢，我只能说丰富度绝对都比日航这间还高。可是我觉得进来吃之后，我有一个感觉是，我觉得它的餐点蛮细腻，跟不像吃到饱的那种感觉。你会发现它的每一样啊都做得非常的干净，你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虽然说种类不是到非常多啊。进到这间 Serena 全日餐厅呢，我的分数是从很低，然后慢慢开始往上加的。因为我刚绕完一圈的时候，我就先给30分了，就是那个范围真的太小了，跟品相真的太少了。可是吃了餐点之后，会觉得说，其实每一样都还蛮有水准。它的糖这调味啊，很像我们在居酒屋吃的，一模模一样样，鸡皮还是脆的。他们家的手卷好像就只有2个，一个是山药鱼软，另外一个是芦笋鲜虾。这个手卷呢，也不像其他人可能会放白饭什么，它是满满的木薯芽。这个就是现点现做，那我觉得这个就还好。他们家的果汁呢，只有西瓜汁跟柳橙汁2款可以选，而且饮料只有咖啡机跟啤酒，还有4种茶包之类的吧。好啦，我现在可以给它分数再拉高一点点，因为它的果汁啊，你会感觉到就是原汁原味。还有一点是重质不重量，他们家饮料提供的非常少，不像是那个有什么汽水机啊，然后一大堆什么奶茶之类，他们家都没有。它就是纯果汁2样，西瓜跟柳橙。这间餐厅有点营造出一个那种质感的感觉。我不要给你多了，我要的就是精准，给你好的东西。牛小排，他们家的调味就是比起一般的吃到饱，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几间，我觉得再更细腻一点。因为它真的拼数量啊，拼种类可能拼不赢人家，它就是走这个质感的路线，就让你用 buffet 的价格吃到稍微有一点品质的餐点这样。不是啦，这乐排会不会太大一块啊？我觉得它应该是有刀叉，但是我刚刚没看到，所以我就乐排会不会太大一块啊？我来了美式餐厅是不是？啊，先啃再说。先啃再说。我来帮你搭配了蜂蜜芥末酱。好搭，它的肉质还不错。说认真的，它的肉处理的蛮好的。这种猪肋排啊，我也很常会咬不动，在那边但他们家的不用，很软，整个适口性非常好。外面的这个蜂蜜芥末酱汁啊，搭的刚刚好。画龙点睛，超级赞。我们的炉烤牛排终于来了。我们进场到现在大概50分钟左右，看到推车来。我今天要看他来几次，因为我跟许先生刚刚一人点1块牛排，师傅人蛮好的，他切的蛮大一片给我们的。但是我不得不说，它的炉烤牛排是好吃的。好吃的吗？好吃的，好吃的，好吃的，跟我们之前去吃buffet的炉烤牛排不太一样。是有水准的。是好吃的，是好吃的。光是切，你看我切的这个手感，就差很多了。它刚刚那个颜色啊，真的是粉嫩到超级漂亮的。那它给我们2种酱，一种是这个什么松露酱，对。那另外一个是果山黑盐。我先沾个松露酱。光酱料的名称就跟人家不太一样，因为一般我们在吃buffet的炉烤牛排啊，通常都是那种黑胡椒或蘑菇酱，直接放在旁边给你自己倒。好吃真的哦。好吃，真的好吃。虽然说50分钟才会来一次，但可能是真的比较贵一点。我觉得它的推车上面的牛排看起来有高级感，而且你看你旁边刚刚那个粉嫩的颜色啊，我真的快吓死了。它那个颜色也太漂亮了吧！而且非常好切，非常好入口。来，你切给大家看一下，看他手腕有没有在用力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完全没有，我手臂的肌肉完全没有做动。不用用健身的手臂就对了。不用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！天啊！刚刚熟食区啊，大概有差不多10样左右的菜，我就先随机挑选了几样我想吃吃看的。我这个是红酒炖牛肉、咕老肉、白酱奶油，这个是奶油焗白菜、狮子头。奶油焗白菜我觉得看起来非常好吃哎，虽然说它中间大概只剩下一半了，感觉是销路不错了。看这边有炙烧的起司在上面。在你一边吃熟食讲不出话的时候，我要来跟大家分享，还有生啤酒，他们是麒麟霸币。我刚刚弄了一杯满满的泡泡，可是放太久了，好可惜，但是还是很好喝。咕老肉一夹上来的时候，我有点害怕，因为它好像都是皮耶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个咕老肉你们不要点，这咕老肉不及格，不行。
红酒炖牛肉，来这边吃红酒炖牛肉是不是不如吃牛排？我觉得熟食区都有一点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不是针对他们啦，是所有的buffet我都很少在吃熟食区，因为要弄到好吃，我觉得很少。红酒炖牛肉我觉得也不行，我觉得红酒炖牛肉里面的那个牛肉啊，叉叉。你吃到这6样，我可以解析一件事情：他们家的白酱料理都好吃，但是呢，咕老肉、红酒炖牛肉跟狮子丸、狮子头跟狮子头，你们可以不用特别点。接下来进到汤品系列，人家的buffet呢至少会提供5种以上的汤，但他们家只有2种汤，就是2种决胜负，它也不要用多的。这个是牛肝菌蘑菇浓汤，然后这个是莲藕排骨汤。有一些人诟病它的汤啊，有一个部分很不 OK， 没有胡椒，浓汤好喝欸。也有人说，为什么它的浓汤没有放那个烤过的吐司？你记不记得？通常都会撒一些吐司块在上面。你们不要担心，我准备了一个东西。它的面包感觉很高级，就是打算把这个茶巴它呢这样撕下来，有没有？这样沾一下。沾它的那个浓汤。浓汤有水准，真的。如果你们是浓汤控啊，一定要喝一碗它的这个菌菇浓汤，很好喝。网友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啊？来这边一直吃面包？可是我觉得他们家面包，我刚刚看了，我都会有点想吃。那面包感觉是高级的那种炸的面包。我觉得它的面包啊，走的是那种比较欧风的，不是日式那种非常松软的。我吃2款下来都觉得他们家是比较健康的面包体。许先生帮我剥好了大虾了，直接用手比较快啦，用叉子我很怕它掉下去。他们家的大虾尺寸还蛮大的欸，可以用我的手指来一个对照。它的煎大虾已经不需要沾酱了，我觉得调味上面是够的。是好吃，可是如果相较起来，我好像比较喜欢帕里巴里。个人喜好，你们都可以来试试看。我刚刚还有加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它在马铃薯沙拉的旁边啊，还有这个胡麻鸡肉。我本来有点瞧不起它这种胡麻鸡肉我本来非常瞧不起它。我想说这个想要骗我吃，结果意外的很好吃。刚刚许先生被路边推销了，一个小哥哥推车过来啊，说现烤的凤梨丹麦，你要不要吃饭？香哎，超级香，我真的很压抑，你会说你要吃很香。它有一个那个面包的香甜味，在混着凤梨。它中间的酱我看一下，凤梨酱，知名糕饼店，他们的招牌丹麦酥大概也就这样的等级而已。再放上那个凤梨的内馅，所以它那个酸甜的味道，加上那个丹麦酥本身那个面粉的甜味，这个我好惊讶，这个好好吃哦。你不要露出那么认真的表情好不好？这个我很惊讶哎。真的很好吃。好，如果像许先生一样喜欢吃酸甜口味的，一定要来吃吃看他们的凤梨丹麦酥。尤其是我趁热吃，吃我看看，真的好吃。我不要啊，我要算。它生食的海鲜部分啊，也不是生食啊，应该是说烫过的、新烫过的海鲜部分啊，有刚刚许先生现在在吃的这个虾子、螃蟹跟小卷，还有蛋菜。其实来这种buffet我海鲜都吃得很少，你可以把你的臭南瓜拿走吗？它焗烤南瓜看起来很好吃哎，你懂不懂啊？看这个焗烤南瓜是跟刚刚洋芋还有胡麻鸡肉放在一起的。我觉得海鲜没有需要特别讲，因为海鲜就是非常正常。我觉得你去吃每一间buffet的水准大概就是这样海鲜，然后它就是放这种围巾嘛，可是你敲起来就知道这里面是空空的。有啊，我刚刚看几乎没什么卵，所以这种螃蟹我不爱吃。你去渔港买个500块就可以吃到很好吃的螃蟹，不用来这边吃。你在干嘛？我刚去煮了一碗面来吃。你为什么来buffet吃面呢？它有一柜就是可以让你现煮越南米线跟面。你这很像在吃海鲜汤面。对啊，它还那海鲜汤面啊，你看它还放一只虾子，它那个料你就是可以自己夹，它有贡丸啊、虾子啊、菜啊、油面啊、米线，它就可以自己搭配，然后还有旁边有葱辣油，反正你就是想要吃什么口味就自己加起来，它帮你煮的。怎么会来buffet给我吃油面？我比较疑惑的是，它这个面吃起来有一种头头鱼羹的味道。头头鱼羹是蛮好吃的，但是就是有点像头头鱼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怎么那么好笑啊？它汤底有2种，一种是海鲜汤，一种是豚骨汤。我选海鲜汤，但是喝起来像头头鱼羹。他们家最不能错过，也是评论里面大家朗朗哦喽，甜点到了。
刚刚厨师有跟我们说啊，他们家这些甜点全部都是他们自己做的，非常之推荐。真的很厉害。以buffet来讲，甜点全部自己做，都不是叫外面的，蛮屌。尤其他们的每一款甜点啊，你都会觉得很像在甜点橱窗里面看到的，就是外面的甜点店呢、一点都不夸张。你说这个在外面卖，我真的相信，我不相信它是buffet里面。帕里巴黎的甜点已经是我心目中觉得还不错哦。他们家的更美更美，我们就先从它最知道的棒蛋糕系列开始好。它的棒蛋糕呢，总共有3种，这个是柠檬柳橙的，这个是巧克力蔓越莓的，这个是栗子的。我想要先吃巧克力的，它的棒蛋糕非常的湿润，满满都是蔓越莓，你会一直咬到蔓越莓的果肉。但是这一款巧克力有一个小缺点，它的糖度比较高一点点，所以如果你平常不是爱吃甜的，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甜。但对我来说，喜欢吃巧克力的人就会很喜欢这一款。中场插播一下，先吃巧克力熔岩蛋糕。热腾腾的巧克力熔岩蛋糕，它这巧克力熔岩蛋糕是现烤出炉的，然后跟着它的服务人员推车沿桌叫卖。它很像我小时候睡前喝的巧克力牛奶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称赞还是？它甜度也是高一点，因为它是刚烤出来的，所以甜度大概有8、9分哦。来，我们来吃栗子风味的棒蛋糕，这一款甜度降低超多的。刚刚的巧克力有8、9分甜啊，这一款大概6、7分甜。最后一款的棒蛋糕，这个是柠檬柳橙的，一样香煎的柳橙果肉在里面。我个人呢比较没有那么爱吃酸的，所以原先我本来不想拿。来，那我帮你吃，你不要再吃那么多甜的。这个是草莓蒙布朗，它下面是塔皮，外层就是用草莓泥、草莓酱把它裹在一起的。一直咬到草莓的果肉，那个草莓籽。这一款的甜度也是稍微高一点点，你吃下去是酸酸甜甜的，但甜过于酸。这一款塔皮本人也是甜的，所以这一款草莓蒙布朗我个人没有那么推。我刚刚吃的那个柳橙柠檬的那一个，虽然说好吃归好吃，可是我觉得甜度对我来讲大概也是8分左右。那不然我们来换另外一个我非常期待的东西。很少在台湾看到开心果系列的甜点，你知道我刚刚在台上看到的时候，内心有多澎湃吗？开心果如果没有开心果味，真的会很失败哦，真的会让你很不开心啊。它这一款是开心果草莓哦，草莓果酱藏在下面。我觉得这一款开心果味没有到很浓郁。抹茶柳橙，抹茶味是浓郁的，可是我觉得这一款的蛋糕体啊有点太湿了，我自己吃不到那种蛋糕松软的味道，而且甜度一样是偏高。来换吃酸的。我觉得你这大概是全网最能够这样子连续吃甜点的 YouTuber。我真的好爱吃甜点。刚刚师傅还问我说：“真的你要吃吗？你一个人要吃吗？”嘟的笑师傅中台嘟的笑白乳酪蛋糕，这个看起来就是像起司蛋糕这样子啊，只是它上面这个饼皮啊，好像不是那种我们一般看到的消化饼，不是，它已经有点湿湿的感觉。乳酪香气够，可是下面的饼干体有点太湿了。我觉得乳酪蛋糕上面的那个消化饼啊，或者是塔皮，就是要脆脆的，你吃下去才会有那个层次感。这个是花生牛奶糖巧克力蛋糕，巧克力加花生天生绝配。你吃起来超像 M&M 的，超甜 ，M&M 超甜。M&M 有一款是里面有花生的那一款，因为它的花生在正中间，正中间这里，下面还有这个榛果的巧克力脆片。甜度几分？8分。它几乎每个都是8分的。8分。他们家的甜点真的甜度都算高一点，都是8、9分起跳的。可是这一款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做出层次感，它的蛋糕体也不像刚刚抹茶那一款这么湿这么黏，它没有，它的蛋糕体很蓬松，加上巧克力酱跟巧克力奶油、花生脆壳跟下面这个脆口的感觉很棒。我一轮吃下来啊，只要是巧克力的我都推荐。刚刚又去绕了一下熟食区，发现我竟然少吃了一个东西。我每次到自己去爸一定会吃的炸虾，但他们家的炸虾看起来目前是最好吃的，是最好吃的吗？因为它的粉看起来不是那种故意裹得很大一只，但里面虾子很小。其实你虾子大小真的不重要，但是你不要用那个很小的虾子裹很厚的粉。当然要先付我这样，它的虾子呢，其实没有比其他的自助爸比多到哪里去，大到哪里去，没有。
它就是差不多这个小拇指大小。可是因为它的皮真的不像外面的那几家，会把它裹到2倍、3倍，它就是1:1的大小，所以你不会觉得好像特别油腻或怎么样。就看起来没有很大只，但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粉跟虾子的比例是最刚好的。是刚好的。许先生很难理解为什么我要叫他用这个可乐饼，没有办法，因为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个人说，可乐饼超好吃，我受不了吸引呢。沾一下塔塔酱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它的可乐饼不是只有马铃薯充数哦，因为这一层是有点类似cheese的味道。cheese马铃薯，这个可乐饼真的好吃。好吃，非常酥脆的面包粉，非常有口感，里面的马铃薯绵口，再加上中间那个起司乳香味，难怪有人说奶要吃，不要放弃它，它真的好吃，它太好吃，它里面这个起司太加分了。我刚刚去把冷藏柜的任务解完了，草莓慕斯啊、焦糖口味啊、生巧克力跟一个常温的饼干。你不觉得他们家的甜点真的是过分的美丽吗？草莓慕斯长这样子，这个颜值太高了。焦糖的这个草莓被我拔起来，慕斯，它里面充满了慕斯，外面是这种巧克力脆片，底部呢就是这种西式的小饼干。对，就是我觉得蛮好吃的，比我想象中好吃很多。我的妈呀，你们看看这个，好惊喜哦！外面是脆皮的壳，里面是巧克力慕斯跟焦糖酱，好好吃。还有这一款就是你最喜欢的旷世奇派啊！我喜欢的是正版的旷世奇派，旷世奇派冰淇淋味道的，我刚刚拿到了。现挤的包子，我吃一颗。刚刚那个师傅啊，感觉到我非常喜欢吃甜点，他就跟我说：“这个现挤。”我真的要说，他们家甜点真的很漂亮，我很难想象，如果我在这边工作做甜点会有多累。你不可以在这边公正，我可能会把他们都吃掉。它的晚餐用餐时间啊，是从6点开始，中餐到9点，但是你可以一直在这边吃到10点，用餐时间就是4个小时，中餐3小时，用餐4小时。没错，很适合呢。如果你们今天要来聚餐，你就可以9点的时候先把餐拿一拿，再慢慢吃1个小时，我觉得蛮悠闲的，蛮舒服的。它没有用餐时间的限制，所以你们就可以慢慢聊天，慢慢喝个咖啡，慢慢吃甜点，很赞。喝个生啤这样，吃个甜点。许先生吃草系列再次上线，他很奇妙，他每次都是吃到尾端之后突然去装一盆大生菜。你装这么多是要怎样？对，我没有装很多，我就是它每一个菜我都夹一点点，夹一片，然后就变这样。它的生菜种类蛮多超级的，多，而且它有一些很奇怪的菜，它好像是跟那种在地小农合作的。哦，是哦，在地小农合作。我光看它生菜好像就有快10种种类，不止哦，不止，超过10种。酱料也是蛮多种的，酱料很多种。我今天选的是九如柠檬优格酱。九如柠檬，九如你知道是哪里吗？不是我们那个九如柠檬，九如是屏东九如，屏东九如盛产柠檬。哇，好清新的味道哦！而且它的蔬菜很多是那种香草类的，所以味道很丰富。喜欢吃沙拉的朋友在这边绝对不会失望，好吃，它的沙拉可以给推。好吃。啊，请问一下，这个盘子里面这3片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刚刚去夹cheese。我们吃完 Serena 全日餐厅了，有一些用餐体验想要来跟你们分享。第一，我觉得它的甜点种类真的是多到一个不可思议，每一款甜点都精致的跟外面甜点店没有两样。第二，我觉得它的工作人员都很亲切。我们在今天用餐体验下来啊，整个觉得它的虽然收桌速度不是非常的快，可是它的厨师跟它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 nice。第三，它的炉烤牛排很好吃，酱料啊、火山岩啊都是其他的buffet里面吃不到的，整个肉质也非常的棒。但是呢，同样的它也有一些缺点，我觉得它的推车服务，整个餐期只有出现过1次，是蛮夸张的啊。如果你想要吃第2次的炉烤牛排，你可能就要再去询问工作人员之类的。第二，它的熟食种类不像其他的buffet这么多，表现的也算中规中矩。你可能绕完一圈之后，你就会觉得，哎，有点不知道吃什么了。这是我觉得有点小可惜的地方。精细度有那种日式酒店的风格，不管是炸物啊，又或者是烤物，又或者是说怎么样甜点之类的，其实都蛮细腻的。以吃到饱水准来讲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推荐大家也可以来试试看，好不好？
以1080加1层的服务费，这个价位的话就见仁见智啦，你们自己来吃吃看，评论看看。如果想看我们去开箱哪一个吃到饱的话，欢迎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好丑哦！这电梯真的是只有一个人可以过的电梯耶，好莫名哦。